大盘在跌，行业在缩，系统性卡壳的窒息感包围着每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这种大局正在松动的窒息感，51岁那年的韩愈体会的最深。2026年5月，霍尔木兹海峡出事了。这个控制着全球1/5油气流量的航运咽喉，一夜之间被一把无形的锁链锁死。紧接着，一则看似不起眼的新闻刺痛了很多人：日本国民零食卡比薯条，因为全球供应链断裂，缺油又缺墨，把用了几十年的彩色包装直接改成了黑白色。老实说，一包薯片的包装变黑白，全球物价不会立刻崩盘。但让我们这群中年人胸口一紧的是背后的信号，我们前半生习惯的、依赖的那个稳定且预期清晰的世界，正在一块一块的松动。这种大局正在松动的窒息感，51岁那年的韩愈体会的最深。我们总以为古人活在历史书里，离我们很远。其实51岁的韩愈面临着跟你我一模一样的中年身份重构。在唐代朝堂上，他的职位是刑部侍郎，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他不是什么手握生杀大权的宰相，他只是一个靠着文字专业能力熬了半辈子，好不容易在京城长安站稳脚跟的高级文官。但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任性的举动，他递上了一封谏迎佛骨表，直接拍了唐宪宗皇帝的桌子，痛骂皇帝迷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这等于亲手砸了自己的饭碗。只用了48小时，韩愈就从人人艳羡的朝廷重臣变成了死囚。后来死罪虽免，活罪难逃，他被剥下官服，急速贬黜到当时唐朝的天涯海角潮州。51岁，在唐代已经是步入晚年的岁数，他带着全家老小被赶出长安。在流放的路上，因为医疗条件恶劣，长途颠簸，他最疼爱的12岁小女儿病死在冰天雪地里。走到陕西秦岭的蓝关时，天降大雪，马冻得根本无法前进。韩愈看着茫茫大雪，回头看，家山万里，前路生死未卜。他写下了那句千古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不是什么浪漫的边塞诗，这是一个51岁的男人，在经历了职场彻底崩塌、资产充公、骨肉分离后，整个人生发生硬着陆时最真实绝望的哀鸣。那一刻，他前半生积累的所有坐标、所有的安全感全部清零。当韩愈好不容易走到潮州，等着他的是什么？潮州不是今天旅游打卡的潮州，在1200年前，那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沼泽遍地，瘴气流行，百姓平均寿命极低。更恐怖的是，当地的江河里全是真正会攻击人畜的巨型鳄鱼，也就是鳄溪里的鳄鱼。一个失去小孩的父亲，一个前途被毁、身体衰老的中年人，被从大都市扔到这种文明边缘。换作你我，可能天天躺平酗酒，在精神内耗里等着老死。但韩愈到潮州后的反应堪称中年破局的教科书。他没有写信向长安求饶，也没有在虚无中沉沦。他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傻却极具精神力量的事，他提笔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然后带着随从走到江边，杀猪宰羊，对着江水把文章念了出来，限期鳄鱼7天内滚蛋。今天的人看这段历史，觉得这是不是封建迷信？这不是迷信，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在对命运下达宣誓，哪怕我被全天下抛弃了，眼前这方圆几里的地方还是我说了算。韩愈要通过这个动作，把当地百姓吓散了的魂以及自己碎了一地的掌控感强行抓回来。根据《新唐书》记载，祭祀当晚暴雨雷电，鄂溪的水位退去了数里，鳄鱼真的绝迹了。抛开历史的传说成分，事实是韩愈通过强势的行政手段，组织人力整顿水利，清剿泥沼，实实在在解决了鳄鱼伤人的隐患。这就是韩愈的局部重建。他明白，长安的皇帝他改变不了，体制的走向他管不了，女儿的死亡他无法挽回。他不再盯着远方，他把视线收回到脚下，专注解决潮州眼前的具体麻烦。在潮州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韩愈干了4件大事。第一，如前面所说，驱逐鳄鱼，安全通航，把恐惧赶走。第二，兴办教育。他发现潮州当时连一个像样的读书人都有，他自己掏出微薄的薪水，带头建立学堂，请来老师。后来潮州在宋代以后文风鼎盛，号称海滨邹鲁，全因韩愈这8个月打下的底子。第三，释放奴婢。
他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把那些因为贫困被抵押给富豪当奴隶的平民按天折算工资，强行释放回家。第四，推广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着当地人开垦荒地，种田蓄水。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随后就被调任。但这8个月，他把一个流放地活成了一个奇迹。他不是等到皇帝回心转意发布赦免令的那天活过来的，他是先在潮州用具体的工作把自己的第二人生亲手建了起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就是另一场形势的潮州之变吗？全球供应链的震荡，国际局势的不确定，行业大盘的萎缩，这些宏大的叙事就像当年长安城里那个喜怒无常的暴躁皇帝。我们天天盯着新闻看，除了增加焦虑和内耗，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但韩愈的活法给了我们一个解方，当宏大的秩序开始崩塌，我们要立刻把眼睛从远方拉回脚下，回归微观，守住3个绝对掌控区。这不是逃避，这是你在乱世里有效的正面防御。第一个掌控区叫微观防线。韩愈到潮州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官舍，清理周边环境。外面是一片沼泽，但至少在官舍这个方寸之地，规矩他说了算。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微观防线就是我们的身心与基础开支。今天开始，几点起床，几点必须关掉那些令人窒息的手机新闻。这个月必须砍掉哪几笔非必要的虚荣开支。大盘我们管不了，但这几个具体的动作100%由我们自己决定。这一步是为了把涣散恐慌的心重新收回到一个有序的世界里。第二个掌控区叫具体产出。韩愈在潮州从不空喊口号，他抓鳄鱼、盖学堂、释放奴隶，每一件事都有清晰的可交付的成果。如果你跟我的偏好一样，正在做个体业务，经营跨国小生意，或者正面临职场的痛苦转型，那么今天就去优化产品详情页的细节，今天就去给一个具体的客户打通电话，听听他的真实需求，用微观的实实在在的具体产出去对冲那些铺天盖地的宏观焦虑。只要我们手里有具体的事在推进，恐慌就不会在我们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第三个掌控区叫精神堡垒。韩愈在潮州最难熬的时候，是那些当地的孩子和平民拉了他一把。因为当他看到孩子们坐在学堂里读书，当他看到奴婢能回家团聚时，他找到了自己被需要的价值。人只要被需要，灵魂就垮不了。今天下班回家，关掉那些让人喘不过气的宏观新闻，跟我们的伴侣、孩子认真吃顿饭，坐下来听听伴侣这周的心理压力和日常碎事。外面的世界碎了，我们身边的微观秩序不能碎。我们给家人一个稳定、冷静的背影，就是我们当下最确定、最硬核的价值。历史从不重复，但困境的纹理一模一样。1200多年前，一个51岁的贬官在南荒之地找到了答案。我们不需要等到世界变好，我们在烂透了的地方也能把自己活好。所以，当我们下周在因为油价、因为时局感到恐慌时，问自己一句：我的潮州在哪里？我们眼前的这3个掌控区，今天守住了吗？放弃宏大叙事，不管滔天巨浪。本周像韩愈驱逐鳄鱼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把这3个掌控区死死盯牢。这里是中年破局史，借鉴古代中年人的智慧，开创现代中年人的第二人生。欢迎订阅，我们下期见。